刘备是如何借到荆州的？借的是哪些地方？周瑜是因为嫉妒诸葛亮的才华而被气死的吗？关于这段历史在正史中是如何记载的，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借荆州及周瑜英年早逝。赤壁之战失败后，曹操慌忙退回许都，让自己的堂弟曹仁驻守江陵，刘备和周瑜则率领数万大军沿江而上，一直追到了南郡的治所江陵，向曹仁发起攻击。然而，由于江陵城池坚固，守将曹仁勇猛善战，孙刘联军一时难以攻破，只能隔江对峙。这时，甘宁给周瑜献计，他请求亲率数百人，从小道直取江陵上游的夷陵，只要拿下夷陵，便可东西两面夹击曹仁，迫使曹仁北撤。夷陵即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。甘宁日夜兼程到达夷陵，由于城内并没有多少兵马，所以很快就被甘宁给攻破了。曹仁得知后大惊，立即派出5、6千人前去围攻，可甘宁此时只有几百人，加上破城之后新增的兵员，也不过1000人左右，根本无法抵抗。于是连忙派人向周瑜求援。周瑜得知后与众将商议，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能去救，因为如果派去的兵太少，无法救出甘宁；如果派去的兵太多，则会造成江陵空虚，曹仁趁机攻打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吕蒙却对周瑜说：“我和你一起前去救援，留下凌统防守江陵，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返回，我保证凌统最少能坚守10天。”周瑜采纳了吕蒙的建议，亲率主力驰援夷陵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吕蒙又给周瑜出了个计谋，他让周瑜派出300人，用木柴把本来就险峻的山路截断，以阻挡敌军逃跑。之后，他们率军到达夷陵，立即发起攻击，曹军大败，所杀过半，剩余的人马只能趁夜逃走。可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本就险峻的道路被周瑜派人用木柴给挡住了，曹军无奈，只能下马步行。这时，周瑜率军追上，曹军只能放弃战马逃跑，周瑜便俘获了战马300多匹，军威大振。之后，他们快速回到江陵，趁胜向曹仁发起攻击。曹仁登城远望，见周瑜的前锋已经有数千人抵达了城下，他立即招募300名勇士，交给部将牛金统领，让他出城迎敌。可吴军有数千人，牛金只有300人，很快他们就被吴军给包围了。眼看这300人有去无回，城上观战的曹军将士无不大惊失色。可主将曹仁镇定自若地下令备马，他要亲自出城营救。陈缴等人极力劝阻，可曹仁不听，立即披甲上马，仅带领数十名骑兵就冲出了城门。牛金等人见主将前来，军心大振，奋勇杀敌之后，终于突出了重围。就在众人稍微舒了一口气的时候，只见曹仁再次冲入敌阵，因为敌阵之中还有被困之人，通过一番厮杀，曹仁将剩余人马全部救出，这才退回了城里。陈缴等人无不感叹道：“将军真乃神人也。”就这样，周瑜和曹仁谁也战胜不了谁，双方只能在城下对峙。一直到209年12月，整整1年时间，江陵城依然没有攻下。周瑜非常着急，他决定与曹仁约定日期，展开一场决战。曹仁立即答应，于是双方便在江陵城外摆开阵势，互相冲杀。周瑜亲自骑马督战，然而在激战的过程中，周瑜竟然被飞箭射中了右边的肋骨，伤势非常严重，只能引军退回营垒。曹仁得知周瑜受伤后，亲自督军前来攻打。周瑜见状，强忍着伤势从病床上起来巡视各营，激励将士。吴军奋勇杀敌，曹仁抵挡不住，弃城而走。江陵城终于落入了周瑜之手。孙权得知后非常高兴，任命周瑜为偏将军，兼领南郡太守。那么，周瑜和曹仁鏖战期间，刘备去往哪里了呢？原来，刘备听取了诸葛亮的计谋，他趁周瑜和曹仁激战之时，表刘表的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，率领大军前往荆州南部。结果，武陵太守金旋、长沙太守韩玄、贵阳太守赵范、零陵太守刘度全部投降，刘琦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荆州南部的4个郡。不久之后，刘琦病逝，众人便推举刘备为荆州牧。周瑜将南郡长江以南的地盘分给刘备，刘备将治所设在游江口，之后改为公安城，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。
至此，随着周瑜夺取南郡，刘备招降荆南4郡，兵家必争之地的荆州7郡，分别被曹操和刘备以及孙权瓜分。其中，曹操占据着南阳郡以及江夏郡长江以北的部分，孙权占据着江夏郡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南郡的大部，刘备则得到了荆南4郡以及南郡长江以南的部分。之后，刘备亲自前往京口与孙权会面。这时，周瑜认为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，连忙给孙权写信，建议把他安置在吴郡，给他修筑宫室，赐给他美女和珍宝，让他享受声色之余，然后让他与关羽和张飞分开，趁机软禁刘备。可孙权认为曹操在北方仍然需要刘备的牵制，而且担心刘备一时难以制服，所以就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。相反，他为了继续巩固孙刘联盟，还将其妹妹嫁给了刘备。孙权的妹妹在《三国志》中被称为孙夫人，民间戏剧则称其为孙尚香。他才智敏捷，刚强勇猛，身边跟随着100多名士兵，手执大刀守卫在他的身边，即便是刘备进入内房时，都感到害怕和恐惧。之后，周瑜和甘宁力劝孙权西取巴蜀，然而孙权犹豫不决，前去征求刘备的意见，可刘备早就有占据巴蜀的打算了，因此他便巧妙地劝阻孙权。210年，周瑜再次给孙权建议说：“我恳请与奋威将军一起夺取蜀地和张鲁，然后留下奋威将军固守，并与马超结盟。我回来之后，便和将军一起占据襄阳，进逼曹操，北方便可谋取。”孙权终于同意了周瑜的战略方案，于是周瑜便从京口出发前往江陵，准备在江陵整顿兵马，夺取益州。然而，当他走到巴丘的时候，却突发疾病，不幸病逝，年仅36岁。巴丘即今天的湖南省岳阳市。孙权得知周瑜病逝的消息后，悲痛不已，哭泣着说道：“公瑾有王佐之姿，然而寿命短促，以后还能依赖谁呀？”周瑜的灵柩运回吴郡的时候，孙权亲自前往芜湖迎接，并穿上丧服为其举哀。得知周瑜病逝后，刘备以土地稀少，不足以安民为由，向孙权请求都督荆州。孙权找来鲁肃商议，鲁肃基于战略考虑，劝说孙权将东吴占据的部分荆州之地借给刘备，让他站稳脚跟，与东吴一起抵御曹操。于是孙权便同意将南郡借给刘备。所以刘备借荆州，其实借的只是荆州的南郡，而且只是南郡长江以北的部分。就这样，周瑜耗时1年之久拿下的南郡，前往益州重要的战略要地，最终刘备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。至此，3分天下的雏形基本形成，刘备从此之后再也不用去投靠别人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之一，也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舌战群儒，智击周瑜，草船借箭以及借东风之后，庞统的连环计、黄盖的苦肉计、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等，都出于此战。那么，正史中关于赤壁之战是如何记载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赤壁之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赤壁之战前夕的天下局势。208年，曹操平定北方后，罢免了三公，重新设立丞相的职位，并自任丞相，大权独揽。接着，他便率军南下，准备攻打荆州。就在这时，荆州牧刘表病逝，其幼子刘琮继位。当得知曹操大军压境的时候，刘琮瞒着刘备主动向曹操投降，刘备无奈，只能率部南下。当走到长坂坡的时候，被曹操追上，刘备抛下妻儿，仅带着诸葛亮、张飞、关羽、赵云等人逃走。最后，张飞在当阳桥挡住曹军，赵云救出阿斗以及甘夫人之后，刘备率军前往夏口。至此，曹操继北方之后，又拿下了荆州，只要再打败孙权，则天下基本平定，距离统一华夏、成就帝王之业也就指日可待了。这时，贾诩劝告曹操说：“你已经打败了袁绍，现在又将汉水以南收入囊中，威名远著，军事甚大。相邻物资丰饶，你只需要褒奖官吏，安抚百姓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则不需要劳师动众，就可以让江东积福。”可曹操并没有听从贾诩的建议，
继续进军江东。再来看刘备，此时他属下只有关羽率领的万余水军，以及刘表长子刘琦的万余人马屯驻于夏口，而曹操的几十万水军则从江陵出发，顺江而下前来追击刘备，情况万分危急。这时诸葛亮对刘备说：“现在形势危急，我请求前往江东去向孙权求救。”孙权此时屯兵于柴桑，于是诸葛亮便跟随鲁肃前往柴桑。见到孙权后，诸葛亮说：“如果你想以吴越之众对抗曹操，那就应该尽早与他断绝关系，要不然还不如直接投降，向他称臣算了。你外托服从之名，内怀犹豫之计，恐怕是要大祸将至了。”孙权听后很不高兴，反问道：“那刘备怎么不去投降呢？”诸葛亮说：“刘豫州是皇室后裔，英雄才略，怎么能够屈居曹操之下？”孙权愤怒地说道：“我怎可能把江东故地以及10万精兵拱手奉送给曹操呢？我有意联合刘备，可刘备在长坂坡刚刚打了败仗，如何能够抵抗曹操的大军？”诸葛亮说：“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，但还有关羽率领的水军1万人，刘琦的水军也不下万人。况且曹操为了追赶刘豫州，一天一夜奔驰了300余里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而且北方人不善于水战，荆州的民众虽然归附了曹操，但并未心悦诚服。只要将军命令猛将，统领数万大军，与刘豫州齐心协力，定能打败曹操。曹操战败后一定北还，到时候荆州和江东的势力就会增强，鼎足之势便可形成。所以成败就在今日，望将军三思。”孙权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召集部下商议。就在这时，曹操的书信到了，他告诉孙权：“我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，现在刘琮已经降服，接下来我便准备率领80万大军，与将军在江东会猎。”孙权把曹操的书信给部下们传看，众人无不惊慌失色。长史张昭等人说：“曹操挟天子以讨四方，如果我们抗拒他，属于名不正言不顺。况且我们之前能够抵抗他，凭借的是长江天险。可现在曹操已经占据荆州，不仅得到了荆州的水军，还有数以千计的蒙冲战船，长江天险也与我们共有。如果曹操水陆并进前来攻打，我们恐怕难以抵抗。因此，不如迎接曹操，投降朝廷。”孙权听后颇为郁闷，起身上厕所的时候，鲁肃便跟了出来。孙权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”鲁肃说：“我听了他们的建议，全都是误导将军。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，可将军不行。如果我投降了曹操，还可以当个州郡的长官，可将军要是投降了，打算去往哪里安身呢？希望将军早定大计，不能听信他们。”孙权叹息说：“他们太让我失望了，只有你和我的想法相同。”鲁肃便建议孙权应该立即将周瑜召回商议。周瑜返回后告诉众人，曹操尚未完全平定北方，就敢舍弃鞍马，改用船舰与我江东抗衡。而且现在是严寒季节，战马缺乏草料，中原的士兵远道而来，定会水土不服，发生疾病。以上几点都是兵家大忌，可曹操却贸然行事。我请求率领精兵数万进驻夏口，一定能为将军击破曹操。孙权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拔出佩刀，砍向面前的奏案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从今往后，如果胆敢再说投降曹操之事，就和面前的这张奏案一样的下场。”当天夜里，周瑜再次面见孙权，他说：“众人听说了曹操的80万大军，就惶恐不安。但据我分析，曹操率领的中原将士不会超过15、16万，而且长期征战，早已疲惫不堪。荆州投降的将士最多也就7、8万人，但是这些人心怀猜疑，人数虽多，但并不可怕。我只需要5万精兵足矣。”孙权拍着周瑜的后背说道：“你能这么想，我非常欣慰。张昭和秦松等人只顾着自己的妻儿，私心太重，让我非常失望。只有你与鲁肃和我的想法相同。可是5万精兵，我暂时还无法给你，只能先给你3万。至于战船、粮草及武器，都会给你备齐。你与鲁肃和程普率兵先行，我再继续调集兵马，作为你的后援。如果你能战胜曹操，那就当机立断；万一要是失败了，你就退到我这里来，我们一起与曹操决战。”
至此，孙权与曹操的大战一触即发，赤壁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孙权任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，鲁肃为赞军校尉，大军从柴桑出发，前往江夏郡与刘备的大军会合。刘备此时驻军于樊口，即今天鄂州市向西90里的长江出水口。他每天都派出巡逻的士兵在江边眺望着孙权的军队。这一天，士兵们终于看到了周瑜率领的船队，连忙回营向刘备汇报。刘备得知后非常高兴，立即派人前去慰劳。周瑜对慰劳的人说：“我有军务在身，没办法委派他人代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刘备能屈尊前来会面。”刘备便乘坐一艘小船前去和周瑜会面。他对周瑜说：“江东愿意抵抗曹操，实在是明智之举。不知道周将军此行带了多少将士？”周瑜说：“3万人。”刘备一愣，说道：“可惜有点太少了。”可周瑜却说：“足够了，将军就看我是如何击败曹军的。”至此，周瑜和刘备的大军会合，结成了孙刘联军，准备与曹操决战。他们逆水而上，来到了赤壁，与曹操的大军在这里相遇。赤壁即今天湖北省赤壁市西北。然而就在两军准备交战的时候，曹军果然不出周瑜所料，由于水土不服，大量的士兵突发极议。两军相遇后立即展开激战，结果曹军被打败，不得不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，而周瑜则率军驻扎在长江南岸，两军隔江展开对峙。由于北方的士兵不擅长水战，于是曹操下令将所有舰船连接起来，人和马便可在船上如履平地。黄盖得知后，立即向周瑜建议说：“如今敌众我寡，难以长期相持，曹军已经将战船连在了一起，如果采用火攻，定可击败曹军。”周瑜深以为然，立即采纳了黄盖的建议。他们挑选了10艘蒙冲战船，装上干笛和枯柴，浇上告油，外面裹上帷幕用以伪装，上边插上旌旗，船后系上走戈。之后，黄盖派人去给曹操送信，谎称要投降曹操。至于诈降信的内容，正史中并无记载。当黄盖的船队到达江中的时候，风向转为了东南风，于是黄盖命令士兵开始扬帆。距离曹军还剩2里地的时候，曹军看到了江面上的10艘小船，但他们都以为是黄盖前来投降了。就在这时，黄盖命人点燃柴草，蒙冲战船立即着火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势，10艘战船带着火球，如同离弦之箭一般，快速地冲向了曹营。曹军这才反应过来，纷纷开始射箭。黄盖等人不幸中箭后坠入水中，黄盖被人救上来之后，吴军在慌乱之下没有认出他，只能暂时将他安置在侧床之中。黄盖大声呼叫韩当，韩当赶来才认出是黄盖，流泪为他解开衣服，将他安全地送回了南岸的军营。而曹操的战船由于前后相连在一起，前面的着火之后就会迅速蔓延到后面，后面的根本无法逃离，致使全部战船着火，火势一直蔓延到曹军设在陆地上的营寨。顷刻间，浓烟烈火，遮天蔽日，曹军被烧死和淹死者不计其数。周瑜见此情景，立即率领主力大军出发，鼓声震天，奋勇向前。曹操知道败局已定，只能率领残兵从华容道步行撤退，结果云梦泽到处都是泥泞，道路不通。曹操只能让老弱残兵割草填地，大军才勉强得以通过。而在此过程中，不少老弱残兵陷入泥潭中死去，惨烈异常。周瑜和刘备则水陆并进，继续追击，但由于曹操撤退及时，跑得够快，没有追上。就这样，曹操一路逃回了南郡的治所江陵，即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。接着，曹操命曹仁和徐晃驻守江陵，文聘驻守江夏，让乐进驻守襄阳，满宠驻守当阳。他自己则担心因为大败，致使后方的政权不稳，急忙率军返回了许都。至此，赤壁之战结束，曹操统一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，元气大伤之后，再也无力大举南下。孙权借此机会稳固了江东，而刘备则趁机夺取荆州的战略要地，实现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描绘的3分天下。《三国演义》关于此战的描写极为详尽，特别是对诸葛亮和关羽更是浓墨重彩的描述，这与正史的出入比较大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